关于价杆的问题呢，咱们已经是老生常谈了。昨天的视频当中还在提到，如果刚才白球留下一个向下的夹角，处理一下这个红球，那么这一杆的局面不就完全不一样了吗？桌面的彩球全部都在原点位，兄弟们看看这个局面可不可惜呀？好，跳过中间的环节，咱们来看一下戴尔的这杆大带房。注意看哈，白球的走位，这些都是老江湖啊。如果红球不进，白球的位置早就给你安排好了。接下来看一下戴尔的这杆防守，白球稍微打薄了一点点，本来是想放到粉球的后面，这一杆对于国强来说算是死里逃生，关键是先手来到了国强这里。现在看看白球跟黄球的位置关系，想要放在咖啡或者绿球后面都可以。毕竟现在戴尔拿到了赛点，而且桌面的球形没有死球，一旦犯错，那将万劫不复。那么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国强的选择，这一杆选择了强行进攻，咱们呢也不一定说这样的选择一定是对或者是错，毕竟有些经典名局就是这样诞生的。再对比一下昨天施家辉的那杆粉球的处理，虽然有进攻的机会，但是不好叫黑球，施家辉就一直选择防守。在忍了3杆之后，终于抓住机会一击毙命，最终成功翻盘。那么国强这一局呢，跟施家辉的那个很像。接下来这一杆绿球的处理，国强是一条道走到黑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其实这样的选择呢，咱们不一定说对或者错，但是现在对方已经拿到赛点。如果是在中盘的时候这样选择呢，打也就打了，但是这是赛点局呀。就这样，国强成就了戴尔的一段佳话，52岁的高龄依然杀入克鲁斯堡的正赛。这样的学费呢，虽然教起来有些憋屈，但是没点血的教训，有些东西他怎么记得住呢？好吧，恭喜戴尔。兄弟们，咱们看一下啊。咱们2个手机在看比赛，这个是斯诺克世锦赛的资格赛，下面一个呢是吕浩天对阵简森。简森呢上半阶段5-4暂时领先，上面那个呢是周跃龙对杰克琼斯。那么现在比赛还在进行当中，如果说就简森这个球都能够最后能够进入世锦赛的正赛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咱们整个斯诺克的悲哀了。咱们斗胆的预测一下，凌晨的下半阶段呢，吕浩天一定会逆转。刚才兄弟们看到那一段呢，是昨天比赛进行到中场大圣自己录的。当然，如果今天吕浩天输了，咱们也要放出来。关于这个简森呢，昨天好多兄弟都在艾特我，因为他首轮对阵白茹的时候呢，大圣就说他走不远。但是没想到居然闯到了审判日，要说闯吧可能不太准确，更正确的说法呢，我觉得应该是混。别着急哈，待会儿咱们拿数据说话。昨天呢，我还真的好好看了一下这个简森的球，像类似这样的失误呢比比皆是。当然吕浩天呢也好不到哪儿去，两个人如果都正常发挥，这个简森的比分绝对是过不了5。有些呢叫空口无凭，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简森前几轮的数据。首先呢，这个是对阵吕浩天，两个人第一阶段打了9局球，这个简森就只有一杆50加。好，咱们来看一下他上一轮怎么赢的乔丹布朗。右边这个就是简森的数据，接下来是对阵沃拉斯顿，右边的这个同样是简森，没有一杆破百，50加都少得可怜。所以说呀，大圣为什么说他是混到了审判日？但哪怕就是这样，吕浩天昨天也打得磕磕绊绊。要是真把简森这样的球员放了进去，这个真的是斯诺克这项运动的悲哀了。不过呢，说实话，从他身上呢也看到了英国球员的没落。从小怀特、沃拉斯顿，再加上小斯基，他们这一代以后英国真的没有出什么优秀的球员。那个嘎武少年穆迪呢，还谈不上。好，视频的最后呢，给大家加一个小小的彩蛋。这个呢是昨天一位兄弟发给大圣，他说呀，小斯基的这个是什么杆法？
还有呢犯不犯规。这个呢其实是火箭的成名作之一，其实所有打9球的球员都会。这个杆法呢，大声把它叫佛跳墙。当年90年代，火箭不是到美国去参加过9球的美巡赛嘛？当时啊，受了教育，也学了不少东西。这杆注意看，白球中杆给他一点下压力。首先呢，这个球不犯规，白球是打到目标球之后再起跳。前方有红球队的时候呢，这一招非常管用。火箭当时对阵女皇埃文斯打的那杆147，用的就是这个绝招。技术的要点呢，就是在出杆的时候微微的抬一点杆尾，在白球击打到目标球之前呢，就已经微微的跳起来一点点。这个球呢，在前方有一堆障碍球的时候非常管用，但是有一点，进球率可不敢保证。兄弟们记住了哈，这一杆大声叫它佛跳墙。